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上一世小叔叔被下药的那一天。默生，我被人算计了。上一世，我父母空难去世，齐文也找到被亲戚欺负的我，逼糊了我，让我以后喊他小叔叔。我也因此爱上了他。因此他中药后，我不顾他，让我给他白月光宋青青打电话的请求，做了他的解药。1个月后，我意外怀孕，齐文也被迫娶我。然而婚礼那天，宋青青出国散心，遇上绑匪，被撕票了。齐总，不好了，青青小姐在国外被绑架，遇难了。什么？是谁害的她？警察查了她的手机，在她被绑架之后，给您打了199个电话，但是您在参加婚礼，一个也没接到。宋青青的死让齐文也恨透了我，最终在我怀胎10月即将生产的时候，他拒绝送我去医院，害我惨死家中。齐先生，孩子头围太大，夫人生不出来，已经大出血了，得赶紧送往医院，不然的话会一尸两命啊！如果一直生不出来，那就是他的命。喂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要不是你爬上我的床，故意怀孕逼我去，青青怎么会难过到出国散心？而我怎么会因为举办婚礼而接不到她的求救电话？现在这都是报应，报应！喂！上一世，我就是因为齐文也迷离的眼神，才心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这一世，我不能再犯贱了。对，别说2楼，你快过来。小叔叔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宋青青马上就到。林默生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别走，你别走！这样，我总不会再重蹈上一世的覆辙了吧？你没对我演干什么吧？没有，他在里面，你快去帮他吧。重点没你们事，你快走。好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现在这都是报应。林默生，这一世你已经按照齐文野的要求找来了宋青青，给她当解药，接下来就该离开这里，跟她永不相见了。你好，我申请移民扶桑。以后青青就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会娶她，你们都要敬着她。是。林默生，尤其是你，好好敬着你未来小婶婶，别给我找麻烦。我吃饱了，先回房间了。阿爷，默生是不是不欢迎我？我知道他是你最喜欢的侄女，你最疼他。他要是不喜欢我还是不要留在这儿好了。林默生，坐下把早饭吃完。我吃好了。我让你坐下。你现在连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了吗？你在我身边待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是这样教你的。我都躲着你了，你还没完了是吧？小叔叔，小婶婶，我真的已经吃饱了，你们慢些吃，我就不奉陪了。阿爷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是默生不懂事。够了，默生的好坏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阿爷，阿爷。林小姐，您前往扶桑的保密移民申请已经通过了。保密移民你会在1个月后出发，国内的人不会知道你去了哪里。
你在他们眼里等于人间蒸发。你确定要保密移民吗？确定。好的，那请你来移民处办一下手续吧。我一会儿就去。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儿？小叔叔，都不会敲门的吗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出去玩，还需要向您报备吗？你想躲我？为什么？你生气了，想出去散心，因为宋青青。我没有生气，你跟小婶婶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生什么气呢？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林默笙，你该不会心里还有我吧？你大学毕业那年晚会，你借着酒意偷偷吻了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小叔叔，我毕业了，我可以嫁给你了。我好想告诉你，我好喜欢你。这些年你偷偷给我写过那么多情书，我都看了。你以为你伪装得很好，可你眼里对我的爱那么明显，你以为这个家里的人都看不出来你喜欢我吗？我没有。不承认是吗？干什么？还说不喜欢，这些是什么？林默笙，你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向我表白，不然我真的会因此而嘲笑你，不自量力。小叔叔，如果你想羞辱我，让我打消喜欢你的念头，那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林默笙，我从你成年起就养着你，一直把你养到现在。可我把你养了10年，你却对我这个小叔叔有了不该有的心思。你明知道我的心里只有宋青青，还敢偷偷给我写情书，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昨天我中药了，你看我的眼神蠢蠢欲动，我知道你是想要自己给我当解药的，不过你幸好没有那么做，不然我真的会恶心一辈子的，因为你不配当我的女人。我知道了。认清楚自己的位置，离青青远点，别做让她误会的事情。齐乐爷，我很快就出国了，不会再爱你了。谁把我床垫搬走了？100万的床垫真舒服呀！我就给他提了一句睡不好，他就给我买了一张100万的床垫。女人呀，一定要找一个爱自己的。试一试，舒服吗？好舒服。小叔叔，这床垫一定很贵吧？不贵，就100万。你要受伤了，怕着凉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温养床垫。谢谢你。齐文言，当初明明是你纵容我爱上你的，可现在你却站在道德制高点，说我不知羞耻。回来了。青青睡眠前，我把你床垫给她了。你腰怕受凉，应该多去医院看一看。床垫治不了病。知道了。林默笙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？以前你不是最讨厌我对别人好吗？这次怎么不任性发脾气了？你该不会在瞒着我是吧？小叔叔，你这么精明，我能瞒着你什么呀？那就好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招惹青青，我不会轻饶你的。我没有想要招惹谁，相反，
我更希望别人也别来招惹我。而且，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我变得懂事吗？现在我这个样子也不劳你费心，你不是更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吗？好，林默笙，你很好。又生气了。可是齐文野，我已经不想再哄你了，因为我已经不在乎了。1个月后，我就走了。阿野，人家想吃葡萄。来，青青，你怎么了？阿野，我今早发现我怀孕了，本来想等胎相稳定才告诉你的。什么？我要当爸爸了！所有人都过来！青青怀孕了，你们给我好好照顾她。从现在起，她就是齐家的女主人。是。林默笙，你听到了？青青以后就是齐家的女主人。知道了。明天，我就和青青举办婚礼。恭喜了。明天正好是我出国的日子，齐文野，这一世别想我再哄你。我还以为齐先生会娶林小姐呢。哎呀，林小姐只是先生一时心软收留的而已，先生啊拿她当侄女，青青小姐才是先生的白月光，他俩呀天生一对儿。那个默笙小姐，我刚才是说，你说的对。小叔叔跟宋青青确实天生一对。李小姐，我是您的专属司机，我会在1小时后抵达您家后门，送您去机场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先生，你们去管家那儿把这个月工资一领，明天别来了。急的。你去机场干嘛？你动你爸妈留给你的那笔钱了？还是交的出国保证金？难道齐文也知道我移民了？怎么，我结婚让你深受刺激，要出国散心？对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已经摆了1个月的臭脸给我看了，是不是我不来找你，你就打算一辈子都不理我？我没有，你想多了。没有，自从青青搬进来之后，你就一直对我很冷淡。可她才是我爱的女人。如果你爱我，就应该爱屋及乌，而不是整天躲着我和青青。我知道了。林默笙，你躲得了一时，又躲不了一世。难道你打算我和青青结婚之后，就这么一直躲着我吗？齐文野，我出国之后就没打算回来。我出国后就……喂，1000万的钻戒而已，青青喜欢，就买给她吧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想躲着你，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作培养我成才的长辈，我对你只有感激之情。感激之情？林默笙，全世界都知道你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谁会信你对我只有感激之情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信吗？这件礼物是我9年前送你的，连吊牌都不舍得拆。这件是我7年前送你的，连盒子都没打开过。
你把这些礼物保存得这么好，你还敢说你不爱我？我爱不爱你，有这么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收起来。今天我和青青要结婚了，你不要再对我抱有任何幻想。即便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也永远会喜欢你。而且青青现在怀孕了，我不想她看到这些东西，受到任何的刺激。我可不想我的宝贝老婆和宝贝儿子有任何的闪失。好，你就不能仔细点吗？这枚镯子都被你弄坏了，这可是我送你的第一件礼物。来，你爸爸是林文，你是？我是你爸爸的朋友，那我应该叫你什么？小叔叔就好。这是齐家的传家玉镯，送给你。你身子虚，带着它能滋养身体，以后你就跟我一起生活吧。原来齐文也还记得他送给我的玉镯，可惜啊，这个我曾经视若珍宝的礼物，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坏了就坏了吧，时间久了，这玉镯也不重要了。林默笙，你是表演型人格吗？这么碍眼！明明你最喜欢这枚玉镯，因为是我送的。明明你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接受不了我娶别的女人，心里非常痛苦，却还要假装一副不爱我的样子。你装给谁看呀？我没有装。你还在自欺欺人！你出国散心，不就是被我和青青的婚事刺激到了？这会又在假装不爱我。你要是真能忘了，我就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写。没完了是吧？不过你出国散心也好，青青现在正在孕期，情绪也不稳定，省得你在家碍她的眼。这张卡里有300万，你拿着，多去几个国家看看，玩2个月再回来。那会儿青青应该已经没什么事了。在国外好好散心，以后我就是已婚的身份了，你要适应，不然我们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多别扭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我的脾气的，只要你乖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好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再见了，小叔叔。又在发什么神经？我要走了，当然要跟你好好告个别了。林小姐，我已经到后门了。好，我马上出来。齐文言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重生了。这一次，我真的要离开你了。先生，接亲的车队已经来了，您可以出发了。下去。林默笙呢？她怎么还没下来？我没有注意到林小姐。她是齐家的大小姐，你有什么资格忽视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这就去找她。林默笙，她去哪儿？会不会是跟着其他人先去婚礼现场布置了？也是，林默笙从来不会不辞而别的。去接亲吧。是。青青，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明明我们2个在一起没住嘛，你应该嫁给我的。要不我们2个结婚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，阿浩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齐文言的？你总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出生就过上苦日子吧？
青青，你今天真漂亮。蠢货，好好带着我这顶绿帽子。林默商，我是邓教授的侄子，他让我来接你。欢迎来到扶桑，开启新生活。林默商还没回来吧？先生，您不是给了林小姐300万，让她过2个月才回来？阿姨，我不是让你给我拿卡图，你站那儿干嘛？要是我着凉了，孩子就损失你的。对不起啊，青青，你别生气，下次我动作快些。这还差不多。等林默生回来，还要盯住他，别把对我的心思显露得那么明显，到时候青青又该不高兴。走啊，愣着干什么？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好你个林默生，翅膀硬，既然连招呼都不打就把手机号换了，不回来证明我还清静。深呼吸，吸气，加油！不是你，你是谁？齐总，他就是宋小姐的竹马，叫陈浩，是个化妆师。之前您和宋小姐结婚的时候，就是他给化的妆。这1年来，向青青小姐借钱的也是他。哦，原来他就是青青身边那个蛀虫。我事业有为，能给青青优渥的生活，一个一事无成的穷光蛋，有什么资格出现在青青面前？还不快滚！你以为我乐意来呀？要不是你老婆叫我过来，我才不来呢。有能耐你去找她呀！你，谁是宋青青的家属？我是。是个男孩，母子平安。男孩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青青，你叫他来做什么？看他那激动的样子，好像他才是亲爹一样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阿浩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俩从幼儿园就认识，他是替我高兴而已。再说了，你身边不是有林默商吗？我也没说什么呀。林默商，小叔叔，我毕业可以嫁给你了，我好想告诉你，我好喜欢你啊。那丫头都出去这么久，还不联系我？明明她以前出去1天都会撒娇说想我的，难道她打算从我的世界消失吗？阿爷，阿爷，怎么了？齐文野，你又在想哪个野女人？是不是林默商？她只是我的侄女，你别多想。我只是在想，要给我儿子准备一份多厚的礼，庆祝他的出生。当然是好礼啦。你之前不是说我生女儿给5000万，生儿子给1个亿吗？你现在也应该得想。这，阿爷，我听说豪门太太生孩子会有奖励，那我有没有奖励呀？包包、车子、别墅，你随便挑。我想要现金。那你说吧，要多少钱？都给。要不生女儿给5000万，生儿子给1个亿，好不好？好。阿爷，我就知道阿爷对我最好了。青青，这1年我给你的钱也不少，可你转头都会借给陈浩。阿浩是我发小，他有困难我帮他紧了。你之前不是还说过，我这样做是真性情吗？但他从来都没还过吧？哎，徐文野，你舍不得给奖励就算了，你干嘛拿我说事儿？齐文野，我为了给你齐家生儿子，从鬼门关走了一趟，你居然连1个亿都舍不得给我。
青青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这夫人啊那是最薄情的。你呢，现在都生过孩子了，没有什么用了。她呀就不爱你，不要你了。我真后悔，当初婶婶给你做解药。倩倩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给你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阿言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以后我会和儿子好好爱你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儿子好像在对你笑，你看他的眉眼，多像你呀。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像陈浩？让我们恭喜林默商，来科研院进修不到1年，就攻克了困扰医学界100年的脑癌难题。默商，你是全球医学界的骄傲。齐总，这个是 DNA 检测报告，跟您所想的一样，您前脚把钱转给宋青青，后脚就被转到陈浩的账户。另外，他们2个其实早就在一起，连那个孩子也是他们的私生子。齐总，你没事吧？原来我深爱的白月光，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爱的只是我的钱，还要给我戴绿帽子，让我当便宜爹。用我的钱养野男人，他跟其他女人一样下贱，都是图我的钱。齐总，其实林小姐不是这样的，大家都知道她是真的爱你。林默商，是啊，她什么都不图，只是单纯的爱我。可我却亲手将她推开，我真该死。齐总，你冷静啊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按照您的吩咐，1年来一直在查林小姐的行踪。林小姐现在就在扶桑医学院进修。什么？私人飞机立刻待命，我要去扶桑找她。是。这次，我一定要将那个满眼都是我的女孩找回来。小林，邓教授，你已经快1年没回家了，听说你有个小叔叔，不回家看看呀？他已经结婚了，又刚有了孩子，挺忙的，我还是别回去添乱了。这样啊，哎，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，你去我家过。我侄子邓贤一直挺喜欢你的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他？说不定还能成就一段好姻缘呢。邓教授，我心思都在实验上呢，我还不想。哎呀。你总不能在这实验室待一辈子吧？就这样定了啊！到时候去我家吃顿团圆饭。那你先忙。我离婚了。这是谁啊？是不是发错了？我和宋青青彻底结束了。是齐了影，他娶了他的白月光，还有了孩子，怎么会突然离婚呢？我和宋青青离婚了，孩子也给他了，以后我都不会再和他有联系了。我知道你躲去扶桑，就是因为我娶了别人，你才伤透了心。这次我和他分开了，你能回到我身边吗？小叔叔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只有亲情和感激之情。小时候，我误以为对你产生的感情是男女之爱，还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不是。后来我意识到，那只是一种依赖，因为我太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才会对小叔叔你产生高需求的依赖，跟爱情无关。李默商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是小叔叔您说的，希望我离你远一点。现在我也做到了，还请小叔叔不要说那种话。我欠您的恩情，我以后会偿还的。以齐了你的个性，我拒绝的那么坚决，他应该不会再来骚扰我了吧？
现在这个时候没电，看什么看？开你的车，半个小时内到不了墨山的科研所，你就去沙漠出差。是。林抹生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冷？哪怕一次机会也不给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谁不知道咱们学校李默商是出了名的才女，都不食人间烟火了，怎么会喜欢人呢？是，人家肯定看不上咱们这种普通人，人家要的是有钱的霸总。我说过，在进修期间，我不会考虑任何个人感情问题，我只会把心思都放在实验上。那你要不参加我的生日会吧？我可是花了我所有的积蓄，我包下了扶桑最大的酒店，你能不能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有时间去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妈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，老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还……打老子！你听不懂人话，莫商已经说了不喜欢你，你又何必像狗一样缠着他不放？秦文野，他居然来找我！哎，大叔，你他妈谁啊？我在教训这个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！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我保证你这辈子都说不了话。记住，莫商是我的人，敢动他，后果是你承担不起的。有人能弄死我呀！这里是学院，齐文野随意打架，引来警察可就麻烦了，到时候搞不好会连累我被遣返。住手！没事的，莫商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被欺负的。齐文野，你能不能不要给我添乱了？我是在保护你。我不需要。难道我之前的话还不够清楚吗？是小叔叔您说的，希望我离你远一点。现在我也做到了，还请小叔叔不要说那种话。我欠您的恩情，我以后会偿还。莫商，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吧。齐文野，我拒绝你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？你拒绝我，是因为他。这是我跟他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理由打人？我有什么理由？我爱你这个理由够不够？齐文野，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么会胡搅蛮缠。哎，大叔，你才是那个给脸不要脸的吧？林墨堂都拒绝。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打掉你一颗牙，打到你一颗都不剩。只给我整着！天哪，谁能想到咱们的才女林墨商竟然喜欢这种暴力大叔？听说林墨商是被他的叔叔养大的，该不会这个男人就是他的小叔叔吧？什么叔叔和侄女？那这不瞎搞吗？你给我过来！放开我！不放！我发过誓，这辈子再也不放开你的手了。才大半年而已，齐文野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？莫商，我终于找到你，我再也不想放手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可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生气了。齐文野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说一句对不起，我就应该回你一句没关系？不是啊，我是想说，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我爱的是宋千晴，我觉得她和外面那些妖艳女人不一样，可我没想到，她一直在伪装，她欺骗了我的感情，骗了我的钱，甚至
甚至他肚子里的孩子都不是我的。所以呢？所以宋青青她根本就不爱我，她只图我的钱。以前是我眼瞎，竟然以为她一直爱的是我，她辜负了我对她的爱。宋青青，真的辜负你了。这些就是证据，你看。秋叶，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。陌生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会的，我们之间的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以前不是最喜欢黏着我？你不是说了会一辈子待在我身边吗？以前是我眼瞎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才错过了你。以前我一直不敢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不敢接受你对我的爱意，可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爱的是你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嫁给我吧。不好意思，一时没忍住。我劝你还是快走吧，不然我不会保证自己干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。陌生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求你不要离开我。你明明爱的是我，你爱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呢？很痛是吧？当初你就是这么推我的，今天也该轮到你尝尝这样的滋味了。陌生，陌生，别走，陌生！齐总，齐总，你怎么了，齐总？齐总！齐总，你醒了。慢点，齐总。我这是在哪儿？齐总，这里是医院。陌生，我要去找陌生，我不能让他再离开我了。齐总，你不能出院，你刚刚脑瘤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你说什么？齐总，你不能出院，您得了脑瘤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你说什么？脑癌晚期，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。如今，能够提供最顶尖的治疗方案的，只有 M 国的医疗实验室。据悉，扶桑医科大学邓教授带领他的学生团队，在治疗脑癌的药物研究上又一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林小姐，您是这次脑癌研究的主力，请问目前的研究还有什么困难吗？我们研究资金不足，也缺少愿意参与药物试验的人员。齐总，别犹豫了，我现在就让私人飞机过来，咱们去 M 国治疗。不用了，告诉我，我还能活多久？最多1个月。足够了。
按照目前的研究资金储备，这个月月底我们就要没钱了，研究也要停止。姑姑，我呢正在一家公司做兼职医疗顾问。明天我们老板郑总要举办一场商务酒会，来的可都是商界大佬。要不让莫商跟我一块儿去吧，说不定能遇见慧眼识珠的投资人呢。师兄，我只是个在读学生，这种聚会还是让邓教授参加比较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是我最优秀的徒弟，正好让他们好好看一看我们扶桑医大第一才女的风采。齐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将您的财产秘密转到林小姐名下了。很好，在我死之前，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。齐总，齐总，您都这样了，为什么还不跟林小姐说实话，还非要把你的财产秘密转移到林小姐名下？我早晚都得死，说不说又有什么意义？而且以莫商的性格，如果被他知道了我给他钱，他一定会退回来的。是。啊，齐总，刚才私家侦探汇报说，林小姐明天会去帝景酒店参加一场商业酒会，为脑癌研究项目拉投资。是老郑主办的吧？打电话给他，让他给莫商投资。对了，准备一身低调的衣服给我，我也去参加明天的酒会。齐总，可是您的身体……你在教我做事吗？不敢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莫商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再一次亲手为你戴上这枚玉镯。是，齐总，您放心，我郑某人能投资您看好的人，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这事儿我一定给您办好。小王，明天宴会上会来一位叫林默商的女医学生，她可是我的福星，你一定给我照顾好她，我要投资她的项目。是，郑总。林默商，那不是邓贤之前介绍给我的吗？难道郑总是看邓贤的面子才给了投资？这件礼服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看这些没用的干什么？你还小，穿不到礼服的。才不是没用的，等我毕业之后，我就可以穿了。好，等你毕业了，小叔叔买给你。不过现在，你得回房间睡觉了。这位小姐，您真有眼光，这件礼服啊，是我们店大师的经典款，非常符合您的气质。10万，这都能做一次实验了。是的，这价格也是非常合适，要不您试试看？为什么是？那你买不起。宋青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扶桑旅游，之前我跟你小叔叔来过这家店，我还有这的 VIP， 来这消费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对了，我跟你小叔叔结婚的时候你不在，你不知道吧？我当时穿的这个婚纱是我老公专门在这家店定制的。都离婚了还叫老公，你脸皮可真厚。太太，您和齐总离婚了。你个小贱丫头，你懂什么？我和你小叔叔
叔，只是有一些小误会。我们呢还有孩子，而且还是男孩子，是齐家未来的继承人。以后啊，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的。你笑什么？宋太太，你别理她，她就是个毛都没长齐的黄毛丫头，哪里就懂得这孩子是夫妻关系之间的纽带呀？是，我是不懂。那孩子总得是我小叔叔的吧，不然纽带那头连着别的男人，这道理可就说不通了。天哪，这什么惊天大瓜呀！婚内出轨，孩子还是跟别的男人的，还有脸拿着前夫的 VIP 卡到这儿来消费，这狗不要脸！先生，都怪你，我让你瞎说！住手！先生，都怪你，我让你瞎说！住手！胡说什么？我和你已经离婚了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齐先生，我们没有那么熟。我刚刚也没使多大力气，他怎么那么虚，脸色也好难看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别碰我！我怎么感觉这侄女跟小叔叔的关系不一般呢？是啊，我这叔叔平时见了我只会说教，哪有这么关心的？我看这关系怎么像男女朋友似的。阿少，不是我说你，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你小叔叔，但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他呀。他毕竟把你养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天哪，侄女勾引小叔叔，这不胡闹吗？我就说他怎么对他小婶人敌这么大，原来是情敌啊！我跟他小叔叔离婚，8成跟他有关系。没准呀，他小婶出轨，什么私生子的，都是他编造出来的。不要脸啊！不要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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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不要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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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小心！他在保护我。林梦少，你自己不要脸就算了，大庭广众之下和你小叔叔搂搂抱抱，你是要毁了他的名声吗？就是，现在这些小女孩啊，年纪不大，勾引男人的套路倒是一套一套。老生，你没事吧？别被他们影响了。够了，小叔叔，我明白，你最讨厌我对你有不该有的想法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从前是我错了，我活该，但我还年轻，我认错，我可以改。从今往后，你永远是我的小叔叔，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。莫生，莫生。阿姨，你别走！阿姨，青叶，阿姨，你干嘛呀？这么多人看你。林梦少，看见没？只要我一出现，阿姨眼里就只有我。你看看人家小两口多恩爱呀，还有人横插一脚。这种子上赶倒贴的呀，的确的。不过呀，人家也就玩玩而已，最终都会回归家庭的。听到了吗？阿姨只是玩玩你而已，休想插嘴评论。这种男人也就你喜欢罢了，你可得把他看好了，别再让他跑到我面前晃悠。你给我站住！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他这是晕倒了。阿姨，你醒醒呀！他脸色发黑，应该是缺氧了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贱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想把他送到医院，然后单独跟他相处，我告诉你没门儿！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救人。你好，请派一辆救护车过来。闭嘴！贱！
宋青青啊，我告诉你，齐文野现在必须送医院。你要是再敢乱来的话，就别怪我还手了。放屁！你个不要脸东西，你少找借口勾搭阿野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左手搅和，我和阿野就不会离婚。你个不要脸小子！放屁的是你！如果我不是学医的，没有当众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话，打死我也不会救齐文野。我有个大男人，怎么就突然晕倒了？这应该是低血糖吧？他的脉搏很虚弱，不是低血糖，他必须马上送医院。把手机还给我。林梦生，你少在这胡扯！阿野的身体没问题，他在床上跟我折腾一宿都没事，你把他说这么严重，你安的什么心呀？1分钟之内，他肯定会吐血。吐血也是你吓的，阿野的身体就没有问题。好啊，那你可以不管他，那你等着当寡妇吧。一个贱人，你在这咒谁呢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都离婚了，你想要守寡也没机会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操，真吐血了！正好1分钟。阿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快呀！人都快不行了，你们快叫救护车呀！救护车快过来呀！死人了！阿野，阿野，你没事吧？阿野。齐文远，这次我救了你，也算是报答你当初救我于水火。林梦成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去医院陪阿野。你如果以后再敢纠缠阿野，我一定会去你的医院向你领导举报你当小三，把你开除。我恭候你的举报。你们是病人家属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病人现在情况危急，赶紧上来去医院。我怎么会主动纠缠齐文野呢？我好害怕会和上一世一样惨死。阿野，你醒了？阿野，阿野，求你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好不好？宋青青，你背着我养小白脸，还想让我替你们养孩子，你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阿野，你忘了吗？当初是你中了药，我给你先生做解药。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次，就凭你做过的那些，你早该消失了。阿野，我不是自愿的，我是被阿浩强迫的。是阿拍了我的照片，威胁让我给他钱。如果我不给他钱，他就要把照片发给我。我是真不知道那孩子是他的。阿野，我们复工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得了脑瘤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觉得现在你说这些，我就会接受你吗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林默生那个贱人？你再敢说默上一句，我会立刻让你从这个世界消失！滚！我宋青青得不到男人，林默生也别想得到。这里是医学院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林默生是你们学校的吧？他当小三勾引我老公，我要让你们校长开除他，给我道歉。这位女士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们扶桑学院的学生品学兼优，那都是未来医学界的栋梁之才。你没有证据，不要乱说。看她这个泼妇的样子，估计是她老公不要她了，来咱们这儿发疯泄愤来了。这种没证据就来这里污蔑我们医学院的名声，就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。报警快！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去找院长？
谁说我诽谤了？要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林默商勾引我老公，我今天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我站这儿就是证据。宋青青，她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来，把这打开。我今天呢就要林默商身败名裂。连横幅都举了，该不会这事是真的吧？林默商可是我们学校的大才女，怎么可能会说这种事啊？林默商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学校，怎么有本事勾引别人的男人，没本事出来是吧？我呢今天就要暴露你的真实面目，让学校开除你！给我出来！神呢？啊？你个贱人，你竟然泼我！隔着老远就闻到你的口臭，我就用拖地水帮你漱漱口了。你不谢谢我，还在这里狗叫，看来脑子也有问题。那我就帮你清清脑子吧。干得漂亮，不愧是咱们学校的女学霸。这种没证据就来污蔑的喷子就应该这么对待他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我告诉你。要是他勾引我老公，我怎么会和我老公离婚？来，我给你们看，这个就是我老公的照片，想必你们应该也见过吧？毕竟他来学校找过他。这个大叔有点眼熟啊，前几天好像的确来咱们学校找过林默商呀。这个大叔当时还跟追求林默商的一个男同学发生争执。难不成这俩人真有事儿？就是这个玻璃男，我作证啊！林默商跟他是叔侄关系，他上次打了我，还威胁我说我再接近林默商，他就弄死我。林默商要的事跟他没关系，怎么可能会这么护着他？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正常的叔侄关系怎么会这么极端呀？对不对？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咱们医学院的名声岂不是都让林默商给毁了？林默商，赶紧道歉吧！我们毕业还得找工作呢，你可别连累我们。林默商，如果你不想被开除的话，就把横幅裹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承认自己是小三儿，当众磕头认错，或许我可以放过你。林同学。趁着事情还没闹到院长那儿，赶紧道歉吧。闹大了，可是被开除的。林默商，这就是你不跟我在一起的后果。你以为这样我就同意跟你在一起吗？不，我还是会拒绝。像你这种小肚鸡肠又满嘴谎话的人，我根本见不上。你胡说八道什么你？谁满嘴谎话？怪不得你看起来瘦兮兮的，脸上气色总是不太好。该不会是精心乱搞得了什么脏病吧？哎呀，我就说，我老公前2天怎么突然晕倒了？原来是被他传染了脏病呀！齐文也得了什么病？你这个当老婆的，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吗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医生不会把病情告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还有你，好歹也是学医的，谁有脏病看不出来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脸上有不规则的斑秃，脖子上还有凸起的疣体，身上还有淡淡的腥臭味。这病症啊，99%都是感染梅毒。我没病，别对他瞎说。我没病。邓教授来了，他是咱们学校的荣誉院长，肯定能处理得了这件事儿。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你们一个个不在教室里，聚集在这里干什么？教授，林默商只不过是被我戳穿他和自己小叔有不正当的关系，他就血口喷人，说我感染了梅毒。我是好心提醒你，
别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。真以为你在教授的名下学习，教授就会护着你吗？教授的学生没有100也有80，他一向嫉恶如仇，怎么可能让你这个小三在学校混行？教授，我说的对吧？对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教授都说我说的。蠢货！我是说李默商说的对。什么？我真的得了？默商好心提醒你，你还不赶紧去治疗？要是梅毒进入大脑，必死无疑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每次都带2个套，怎么还中招了？闭嘴！你行为不检，丢了我们扶桑医学院的脸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你有时间在这儿坐着，还不如快点去看病。活着总比等死强。不愧是我最欣赏的学生，一眼断正，很好。默商，我们医学院以你为荣。段教授，他刚刚说我是小三儿，我认为这个事情才会影响我们医学院的学生。你有证据？我就是证据啊！除非你让他证明他不是小三儿。无稽之谈！保安，带他去警局，造谣医学院，必须拘留。是。哎，你们别碰我，放开我！李默商，你别得意，我绝对会还回来。放开！阿野，这次李默商太过分了，不仅当众羞辱我，还把我送到警察局。还好你给我交了保释金，要不然我现在还被关押着呢。想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肯给你交保释金，是因为不想你的破事影响默商的学业。你再敢说一句默商的坏话，我把你丢到公海喂鱼。阿野，我去找李默商，我是为了你呀。为了我。阿野，你说你养了他10年，你病了这么久，他都没来看过你，我是气不过才去找他的。阿野，那天我去学校找林默商，感觉林默商和他的教授关系不一般，你说他是不是喜欢女人呀？默商是我养大的，他有多纯洁我知道。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说他一句坏话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了话。滚！谢谢你送我来医院。你小叔的身体情况严重吗？要不然我陪你上去。不用了，他应该是水土不服。祁文野的身体一向都很好的。小邓啊，你是真有本事！郑总愿意给你说的那个项目投资了，还说林默商是他的福星呢。想不到这个不懂情趣的女人会被郑总看中，回头把她骗到手，那我就飞黄腾达了。哼！这次就当是还祁文野这些年照顾我的恩情吧。哟，林默商，你还有脸到医院来呀？是祁文野下手真狠！哼，林默商，你还有脸来呀？韩邪在商场给阿野丢脸丢的不够多吗？怎么还想让整个医院知道你呢是一个不知廉耻、勾引自己小叔叔的小三儿呀？怎么，你警觉还没有待够啊？想让我追究你造谣，再送你进去？无所谓啊，不管你用多下作的手段送我进去多少回，阿野呢都会花钱是我出来，毕竟我才是阿野的白月光。啊？是吗？那他为什么还会因为你出轨而跟你离婚呢？真正的白月光不是拆都拆不散的吗？你让开！站住！喏，看见了没？
我呢跟阿野在病房里已经床头吵架床尾和了，无论我做什么呢，阿野都会原谅我，而且阿野也说了，他一回国就会给我复婚。我告诉你，阿野最爱的女人就是我，而你呢，不过就是他养的宠物罢了。宋青青，你又和莫商说什么了？莫商，你别误会了。小叔叔，你跟谁怎么样都跟我没有关系。莫商，你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。如果你真的不在意我的话，又怎么会像从前一样带周来看我呢？从前吗？小叔叔，这粥我熬了一上午，大补，你尝尝。都说了不喜欢你，你不要做这种没用的事情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从前的我真的很蠢。莫商，对了，小叔叔，忘了告诉你了，这个粥不是煮给你的，是我煮给他的。他是谁？你好，我叫邓贤。听莫商说，他父母去世以后，一直是小叔叔你在照顾他，我替他谢谢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莫商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吗？放开！你没事吧？莫商，你不能跟这个混蛋在一起啊！你为了这个混蛋打我？邓贤是我男朋友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不是的，莫商，你不能跟这个混蛋在一起啊！你明明那么喜欢我。小叔叔，如果你真的尊重我，你就应该祝福我跟邓贤。小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莫商的。咱们走吧。站住！阿野，莫商都有男朋友了，你就放心的把他交给她男朋友照顾吧。我就知道，莫商你是来给我送粥的。阿野，阿野，这是莫商送的粥，怎么能洒了呢？太可惜了。小叔叔，你没有必要做这些没用的事情。都说了我不喜欢你，你不要做这种没用的事情。还记得吗？这句话是你告诉我的。林莫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亲手把莫商推开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。没关系的，我自愿的。莫商，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我很希望能够以男朋友的身份永远陪在你身边。没事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散货，还跟我装清高呢。是你，邓教授，您着急叫我来，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莫商，我有一个惊喜给你，你看谁来了？莫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奶奶，
奶奶，奶奶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孩子，当年呀，都是奶奶不好，不同意你爸妈在一起，最后还把他们赶出了家门。等奶奶明白过来，我去找他们，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。我花了好长时间，我才知道你被齐文野收养了，还成了邓教授的学生。哦，对了，齐文野人呢？他怎么能放心让你一个人来扶丧？新闻报道，大夏富豪齐氏集团总裁齐文野疑似婚变，原因竟是呵护10年的侄女插足，为了占据齐家家产。据悉，其侄女私生活混乱。莫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奶奶，这件事情跟莫商没有关系，是齐文野，他为了哄他白光妻子开心，故意羞辱莫商。莫商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联系律师，告齐文野诽谤，他太过分了。混账！我江家的宝贝孙女儿，岂能让齐文野这般羞辱？我这就全面封杀齐氏集团。算了，奶奶，不管怎么说，当年我父母去世，我们家亲戚欺负我，是齐文野收留了我，照顾了我10年，这一次就放过他，就当是我还他恩情。那也不能这么算了，我的宝贝孙女儿能受这般委屈？这小邓不是说明天带你去参加一个商业晚宴吗？这是咱们家价值100亿的传世珠宝亡国之心，到时候呀，你带着去，让那个齐文野看看，就他那点家产，我的孙女呀根本就看不上。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奶奶解释。我理解，那个时候你刚失去父母，突然身边多了一个比你大的男人，你只是把他当依靠而已。不过他这么伤害你，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莫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未来我是你的依靠。师兄，你就别开我玩笑了。又拒绝我，李莫莎，你奶奶这么有钱，我怎么会让你跑？齐总，你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你昏迷了整整1天1夜。齐总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帝京酒店。莫商心思单纯，他应付不了商务宴会。齐先生，以您目前的状况，千万不能再受任何外界的刺激了，否则的话，脑瘤随时会有破裂、大出血的风险。是。让开！齐总，齐总。齐总，听说你与相恋多年的白月光妻子离婚，这是真的吗？有人说是因为你养大的这个侄女爱上了你这个小叔叔，所以才导致婚姻破裂，消息属实吗？你们胡说什么呢？哇，这是谁家的大小姐？太美了！她旁边好像是扶桑有名的医学精英邓贤啊，美女配才俊，绝配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让你跟他在一起吗？小叔叔，我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。小叔叔，她就是齐总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女。李小姐，你都有这么优秀的男朋友了，为什么还要去勾引你小叔叔？破坏别人感情，你不觉得可耻吗？都别拍了，都别拍了！住手！老公，你怎么不等等我啊？你现在推开我，林墨商肯定会身败名裂。我说各位记者，我只不过是和我老公闹了点小矛盾，你们怎么就传出那么大的八卦来啊？这么说，齐总和太太没有离婚，也没有被所谓的侄女第三者插足啊？当然了，我可是我老公的白月光，我老公发过誓，除了我不会爱上其他女人。你说是不是呀，老公？是。我们也走吧。
么？齐总去晚宴现场了？小胡，郑总你好。去备份大里，把我珍藏的3000年人参和1000年的帝王绿全都拿出来。郑总，齐总再厉害，也不过是大夏的富豪，您至于这么隆重迎接他吗？个屁！齐总人家那是低调，他的产业遍布了全球各个行业，我在他面前那就是小卡拉米。你别废话，赶紧备车去。是。你还真是不要脸呀！嘴上说着和阿野断绝关系，实际上花着他的钱买珠宝，还堂而皇之带着我。蠢货，不认识亡国之心就别出来丢人了。什么亡国之心，只不过是套老旧的珠宝而已。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带出来也不觉得寒碜啊！我看你脑子有病，把你治治。你有时间在这里跟我较量，还不如去哄哄你老公，毕竟你们还没有复婚。怎么回事？问你白月光吧。莫生，阿野，他刚扇我一巴掌。我答应带你一起进来，只是为了应付那些记者。现在你可以滚了。你要是再敢侮辱莫生的话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滚！齐文野，你以为赶走我就能和林默笙在一起？下辈子！林小姐可真是好福气啊，找到了小邓这么优秀的男友海归啊！王经理，你误会了，我跟邓贤只是普通朋友。啊，莫生害羞，所以哈，我懂，女孩子嘛，难免娇气一些。林小姐这次的项目是我们郑总投资的，可特意是看在小邓的份上。邓贤只是一个实习生，竟然能拿到郑总的投资。莫生，王经理夸大我的能力了。其实呢，是我跟郑总把你的项目跟他说了之后，他比较信任你，所以才会给你投资的。林小姐能有小邓这么优秀的男朋友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是啊，要我说，就趁今晚的宴会，你俩就正式确立一下关系，早点结婚，强强联合嘛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没有结婚的打算。莫生，这么多人你这样说，让我的面子往哪放？邓贤，我很感谢你帮了我这么多，但是结婚是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我不能随便结婚。林小姐，我知道你是扶桑医大的研究生，但是那有什么用啊？你一个女孩子，迟早要结婚嫁人的。等你错过了小邓这么优秀的人才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难道女人只有结婚生子才有用吗？女子无才便是德。我看你就是读书读多了，才不想结婚生子。大家说对不对啊？有小邓这么优秀的男朋友，他还挑挑拣拣，真是贪得无厌啊！就是。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指的是女性应该拥有谦逊的品格，而不是排斥女性的才。他这是在帮我说话。这人是谁啊？我是莫生的。他是我小叔叔，齐文野。齐总，久仰大名，您怎么来扶桑了？我家莫商一个人在扶桑，我怕有些人图谋不轨，所以才来。哈，原来是齐总呀！齐总，我们郑总邀请会上的名单可没有您的名字，您不请自来不太好吧？莫生，这郑总都已经答应给你投资了，王经理可是郑总眼中的红人，你要是为了齐文也把他给得罪了，万一投资被撤销怎么办？齐文也是为我说话才被为难的，我不会旁观。小叔叔，有邓贤陪着我，我很安心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可以回去了。可以放心了，莫生，你才跟他认识多久？我跟你一起生活了10年，你为了他要赶我走？是。当初是小叔叔您说的，说希望我不要老想着依赖你，忘了吗？倩倩，别怕，我马上。小叔叔，小叔叔，我发烧了，都烧到40度了，你陪我去医院好不好？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还有人陪你去医院？你自己赶紧去。可是，青青怕打雷，
我得去陪他。你已经成年了，要独立，别总想着依靠我。现在我找到可以依赖的人，不再依靠你。你不是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？莫少，以前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是我不对，我有错。你是大夏富豪齐文野，你会有什么错？就是，齐总，我看你还是好好回大夏，我会好好照顾莫商的。不用你那脏手碰他，他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？你一个当叔叔的居然喜欢自己的侄女？小邓啊，你怎么找到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女朋友，居然跟自己的叔叔有染？大家别误会，我女朋友早就跟他小叔叔断绝关系了，是他非要死缠着不放。小邓呀，你的私事我并不想干涉，但是今天这场晚会尤为重视。郑总说了，今天有重要的人物要来，而且他亲自迎接。如果你给搞砸了，郑总怪罪下来，我可是要问责的。莫商，我可是说了很多好话，郑总才会给你投资的。现在你小叔叔在这大闹晚宴，等郑总来了，我不好交代啊。你是说，郑一鸣给莫商的项目投资，是因为你？当然了，他还说了，莫商是我女朋友，他才会大力投资的。没错，小邓可是我们郑氏集团上下所有人都知道的海归精英，是郑总看中的人，可是我们郑氏集团的希望。小邓啊，我们以后可指望着你多多照顾了。哎，别叫小邓，应该叫邓总。哦，对，邓总，邓总。大家客气了，互相照顾，互相照顾。齐总，你还不走啊？我去了，还轮不到你来管。邱文野，我看你是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好使了是吧？你看清楚了，这儿可不是大夏，是扶桑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走不走？我要是不走呢？不走是吧？来人，他给我丢出去！好。哎，郑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，我好去接你呀？少他妈拍马屁！告诉你，今天要贵客来，让你好好的招待。你给我把宴会搞得乌烟瘴气的，真是不想干了。哎，郑总，这不关我的事。今天有人过来闹事儿啊！就是啊，是他，大夏来的。大夏，这人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小子，我劝你赶紧离开。你要是耽误了，我今天迎接大人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快走吧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没必要惹怒他。你在担心我就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有我的。放开我女朋友！沈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小叔叔只是太担心我了，我马上劝他离开。你是林默商？那他就是。郑总，他就是个无耻之徒，这明明都有老婆了，非要争着养活我女朋友几年，老牛吃嫩草，他是个大爷。不对啊，郑总，按照年纪，齐文野应该是小邓的叔叔，不是大爷呀。他是个爷爷啊！老郑，你把我叫得那么老，是在咒我短命吗？哎呦，你看我这不会说话的嘴。齐总，您正年轻着，怎么可能老呢？您长命百岁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您跟他很熟吗？不熟啊。像我这种小卡拉蜜，这一辈子能见上齐总一面，就跟我在酒桌上吹嘘一辈子。毕竟他的产业遍布了全球，仅次于人家。郑总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王经理，是他跟我说齐总在扶桑啥也不是，我就是个实习生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的意思。
郑总，都是邓贤胡说的，是他诱导的我。郑总，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们两个没有一个好东西，竟敢得罪齐总！来人，把他俩扔出去，全城封杀！我要让他俩要饭的找不到地方。是。放开！莫生，你说句话呀！我得罪你小叔叔也是不让你出气的嘛。郑总，你能不能放了邓贤这一次？林小姐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但是他得罪的是齐总，这还得问齐总的意思。林默商，快问呀！你可别忘了，这没有我的话，郑总不可能给你投资。闭嘴！默商，你让我放了他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他，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？是，我一直在说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你为什么缠着我不放呢？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放过我？你真的想甩开我？对，我就是想甩开你，彻底甩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我这一辈子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是不是哪怕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也不会再来看我一面？不会。我送你去医院。齐总，您没事吧？是您吩咐让我投资他的项目的，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？我只想在我活着的时候为他多做些事情，就当赎罪，其他的不重要了。岂有此理！那齐文野把你打成这个样啊，他也太张狂了吧！奶奶，都是我没用，我就想保护默商不被他小叔叔骚扰，结果被他反打进医院了。小邓啊，你也太懂事了吧！你这让我怎么向你姑姑交代呀？师兄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妈的，出了这种事，公司我肯定是混不下去了。我可一定要抓住这个烂货，他奶奶可有的是钱。默商，为了你，我这条命不要都可以。你听听，默商，人家小邓啊，对你可是真心实意的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也得要考虑你的人生大事了，是吧？奶奶，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。默商，你该不会还是没有忘记你小叔叔吧？这可不行！哼，你如果再忘不了那王八蛋，奶奶我就……奶奶，你别着急，我早就忘了齐文野，我再也不会回头了。好嘛，这样他是我的亲孙。行了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你们两个年轻人呀，也好好的说说话。等啊，我送你。默商，我已经没了事，我不能没有你了。邓贤，你放开我！我不，默商，我对你是真情实意的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，我爱你。邓贤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。所以，你这是要拒绝我是吗？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干脆跳楼去死好了。不要这样！默商，那你是答应跟我在一起了啊？这样，我答应你，我们先从朋友做起，好不好？好，只要愿意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你先休息，我去打点水。看来林默商是不准备做你女朋友，一吃绝户的计划要落空了。
那这样，干脆你来当我女朋友。别瞎说。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，我要的东西呢？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高价药，比当初给秦文言下的药一模一样。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呀？那这样，等我搞定了林默商，让他肚子里怀上了我的种，然后我把剩下所有力气都用在你身上。讨厌。小邓啊，你有心了，还陪我这个老太婆出来走动。奶奶，您这是哪的话呀？您是默商的奶奶，也就是我的奶奶。这几天默商忙着学术研究，我出来陪您散散步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孩子人好，嘴又甜。这个蠢老太婆，老子之前在 M 国推销保健品，靠的就是嘴甜，把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太太养老金都骗走了。对付你还不轻松啊？你呀，跟默商好好的再发展发展，到时候一结婚，我呢就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们了。真的吗？奶奶，我知道您是一片好心，但这次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是默商，他为了他小叔叔拒绝我。这孩子怎么认准这个坏蛋了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，我得好好的说他说他。哎，奶奶，这件事情不怪默商，是齐文野，他一直骚扰默商，还用他曾经抚养了默商10年来道德绑架默商。您也知道，默商他重情义，他是不得已才会一直跟他藕断丝连的。岂有此理！他敢威胁我的孙女儿，哼！我呀得会会他。你知道他现在哪儿？我知道，他在达沃酒店正参加一个慈善拍卖会。你呀去接默商一块儿过去，到时候让他一件东西都拍不到。默商啊，是他高攀不起的。邓贤，你叫我来到底干什么？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临床实验，你再不说我就走了。默商，是你奶奶，一定让我带你来参加这个慈善晚宴的。奶奶？为什么？老人嘛，肯定希望小辈多陪陪自己。不对啊，奶奶之前还说支持我做医学研究，以后好回国为祖国医学事业做出贡献，怎么突然让我参加慈善晚宴了？邓贤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没有，可能是你奶奶觉得参加这次晚宴的社会名流比较多，想让你啊在上流社会露个脸，所以才让你陪。可是我……别可是了，来都来了，你就当做一次孝顺孙女，陪陪她啊。阿野，别碰我！阿野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感情不和，骂林默商是小三吗？这如今林默商可是医学界炙手可热的新星，你总不愿意让他被别人骂小三身败名裂吧？我对不起默商太多了，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。记住，我是为了默商才忍你的。齐文野，你对我如此狠心，那就别怪我往你心上捅刀子。奶奶，默商给您带来了。奶奶，我上个卫生间。奶奶，你明明知道我最近忙着临床实验，怎么还叫我来这种地方呀？我今天叫你来呀，是让你看一场好戏的。好戏？阿野，你快看，那个老太婆不是邓贤奶奶吗？那旁边人是默商，你说他们会不会联手起来，一起骗默商啊？可恶，小的骗了默商还不够，又来个老的。齐文言，你一个白痴，等你得罪林默商的奶奶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到时候你只能乖乖回到我身边。奶奶，你该不会是找借口撮合我跟邓贤吧？你这孩子，小邓多好啊！等你们两个结了婚，奶奶我啊……放开他！奶奶，
莫少，别管他，这个老太婆根本就是在演戏，她就是为了骗你，跟那个姓邓的王八蛋在一起。齐文野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有病你就快去治，别在这里发疯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有病，还病得不轻。可莫少，你已经不愿做我的解药了。莫少，这个老太婆居心不良，她是为了骗你。那不是大厦富豪齐文野吗？那个小姑娘是谁啊？这是齐文野的侄女，外面之前早就传他俩有不伦关系了。之前我还以为是谣言，现在看他俩这有鸳鸯，估计是真有一拼。齐文野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这真的是我奶奶。什么？奶奶？莫少，你竟然为了那个邓贤，学会撒谎了。别人不知道，可我把你养了10年，你有没有亲人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对不起啊，刚才是我一时心急，太着急了。齐文野，你是笃定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情人，才会一直纠缠我？你觉得这样，我就会回到你身边吗？不是的，莫少，你听我闭嘴！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让我感觉很恶心。奶奶，我们走，我不想看见他。莫少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是这个老太婆带你来慈善晚会的，她还让你给她拍东西，对不对？错了，我今天带莫商来呀，就是要把这所有的收藏品都拍卖回家，送给他。老东西，你孙子邓贤已经骗过莫商1次了，你还来这招是吧？你知道这个牌子举一次多少钱吗？哼，我用不着。用不着？我看你是不敢用吧？也是，你孙子是个专门靠女人混饭吃的小白脸，而你这个老太婆也肯定是个骗子。齐文野，这真的是我奶奶。够了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戳穿谎言。我齐文野现在公开放话，今天所有的拍卖品，不管最后成交价格如何，都会以2倍价格拿下。齐总真是大手笔呀！谁不知道大夏齐氏集团很有钱，敢跟齐总竞价，那不是作死吗？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也不过如此嘛。齐文野的财，在奶奶面前可不够看的。齐文野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再这样下去，输的人只会是你。莫少，我就知道，你心里肯定还是有我的。齐总这是疯了吗？这种场合下和侄女卿卿我我，就不怕传出去齐氏集团名誉受损吗？跟自己的侄女乱搞，这种人我可不敢跟他做生意。莫少，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，什么名誉，什么金钱，我通通都可以抛弃的。做梦！点天灯！点天灯啊！这可是拍卖界最凶狠的竞争方式，无论对方出多少高价，都要以10倍的价格拿下。这老太太究竟是什么身份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林氏集团董事长江兰。林氏集团，那个全球地下财阀之首的林氏集团，林氏，林莫商，你真是莫商的奶奶？你这么有钱，莫商怎么会在10年前被人欺负？齐文野，你养了我10年，我奶奶也找了我10年。想不到齐文野养大的侄女，居然是林氏集团董事长的孙女。齐总的身家可配不上林小姐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是莫商的奶奶。宋青青，宋青青呢？你给我出来！宋青青，宋青青，闭嘴！莫商，你现在看清楚他的为人了吧？很好，哼！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林氏集团全面封杀齐氏集团。如果谁再给齐氏集团合作，那就是跟我林氏集团为敌。怎么会这样？怎
这样。骑士集团股价连续3日跌到停板，骑士总裁齐文野因压力过大晕倒，被紧急送医。莫少，你是不是觉得奶奶呀有点太狠辣了点？没有，没有就好。齐文野那个王八蛋呀，他以后呀再要是要挟你，你呀就告诉奶奶，奶奶呀把他丢到公海喂鱼。要挟？是啊。要不是小邓偷偷告诉我，齐文野这个王八蛋，他利用收养你了10年的恩情来要挟你，他还道德绑架你。齐文野根本就没有要挟过，邓贤为什么要跟奶奶这么说？我没有啊，可能是你奶奶觉得参加这次晚宴的社会名流比较多，想让你啊在上流社会露个脸，所以才让你陪。奶奶，您让我参加慈善晚宴，是不是邓贤提的议啊？莫尚不想和小邓在一起，我可不能让他知道我和小邓走得近。不是，是我让他带你来的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莫尚啊，小邓这孩子呀，挺讨人喜欢的。这医院的预约体检呀，很难约的。他找关系呀，给我约了，还给我检查了身体，查出我有高血压，还给我安排住院了呢。上次齐文野参加的那个慈善晚宴，虽然是他带我去的，可一到了地方呀，为了避嫌就走了。这孩子还是挺有距离感的。奶奶，邓贤怎么会知道齐文野参加慈善晚宴呢？那你的意思，那是小邓一直在盯着齐文野的一举一动啊，利用这个晚宴促使我封杀骑士集团。这小邓他算计我，这或许他是太在乎你了，怕那个齐文野把你抢走了。奶奶，你不觉得邓贤这样做太卑鄙了吗？追求一个人应该是用真诚打动对方的。你说的也对，这个小邓呀性子也有点太着急了。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小邓，不过你放心，过2天呀，奶奶举办一个晚宴，我让全球的英才都来，到时候呀，你挑一个。奶奶，你打住吧，我现在以学业为重，等我什么时候攻克脑瘤治愈难题，你再考虑我的婚姻大事。好好好，奶奶呀，听你的。林默商提防我了，看来只剩下最后一招了。这样，奶奶，我去打水，你先坐一下。癌细胞扩散了，现在正在压迫视神经和听觉神经。如果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，不出3天，你就会失明失聪。齐总，你就听医生的建议，立刻去 M 国治疗吧。不用了，瞎就瞎吧。反正我已经把默商的样子记在心里了。可是，你只需要按照病理给我开止痛药就好。拿上这份诊断报告，去药房取药吧。你去拿药吧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拿药的。拿药？药呢？
齐文野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你跟宋青青在一起久了，也学会演戏了。陌生，是不是现在我无论说什么，哪怕我得了脑癌，拿了医药证明给你看，你也还是不信？对，你还笑？刚刚在酒店，你把邓行传的内出血，现在又到医院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如果你再敢乱来，我就报警，警察会把你驱逐出境的。陌生，你可以不信我，但你一定要小心邓行，因为他。我的耳朵！你怎么了？林墨，你还要不要脸呀？都有男朋友还顾你的小叔叔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问你，齐文野怎么了？他为什么会到医院？齐文野好像听不见，那正好，我和你小叔叔备用。他只是没有吃早饭来检查，有点低血糖而已。那祝你们早生贵子。不生，滚开！齐总，齐总，你怎么了？齐总，我的耳朵听不见了。齐总，喝水。谢谢啊。你也喝。齐总，你醒了？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宋青青呢？宋青青，您刚才晕倒了，我着急送你来抢救室，没注意她，可能已经走了。如果宋青青是我的丈夫，肯定不会轻易离开的。如果不是，你去查下监控，看一下宋青青来医院之后都去过哪里，都做过些什么。是。这水怎么有股怪味儿啊？不能吧？可能是医院的水箱有水锈，所以才有味道。放心，不影响它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有点头晕？林墨莎，我看你这一次要怎么拒绝我？你在水里下了药？没错，还是高级货，跟当初宋青青下给齐文野的一模一样，只不过我用在你身上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还手！让你还手！我让你还手！齐总，查到了，跟您想的一样，宋青青来医院不是为了看病，是来找人的。谁住在这间病房？是邓贤，难道他和宋青青勾搭在一起了？怎么是他？陌生有危险！齐总，你不能去那运动的，滚开！
你早就不知道被你小叔叔困多少次，每次啃是给你脸呢。江夜虽然心狠，但他不会跟你一样卑鄙龌龊。你要是敢动我的话，我嘉玲不会放过你的。老子就碰你！等你肚子里怀了老子的孩子，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把孩子爹送去坐牢。别碰我！小叔叔救我！莫少！小叔叔，莫少，我好事。小叔叔，快醒醒！小叔叔，我倒要看看，还有谁能来救我。齐总，小叔叔，你怎么了？你快醒醒！你别吓我！快醒醒！快叫医生！快叫医生！医生，来人呀！齐总，谢谢你，齐总。小叔叔，你要坚持住。对不起，莫少。都过去了，我已经不怪你了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对不起，我爱你。不要！家属在外面等。快找奶奶看看，你没事吧？莫少，说话呀！莫少，你别吓唬奶奶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养出来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侄子。莫少，你要是有点什么事，我也没脸活了。我没事。医生，我小叔叔怎么样了？他的外伤没事了，可是他的脑瘤破裂了。脑瘤？他怎么会得脑瘤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莫少，你不要这样！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莫少，你冷静一点。是齐总让告诉你的。你说什么？齐总第一次发病是去学校找你的那一次，他突然在楼道晕倒，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被确诊为晚期了。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生病了。医生当时说他只有1个月的存活期，建议他去 M 国接受最新的靶向治疗，可以活得更久一点。可是他拒绝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是吗？他想在最后的时刻守着你。老天，你让我重活一世，为什么又让齐文也变好了？难道非得让我看着他眼睁睁的去死，赎上一世的罪吗？齐文野病危，律师也是刚才告诉我，他告诉我，齐文野名下的财产全部转移到了你的名下，他希望他死后你也能好好的生活。不，奶奶，我要救活他。可医生说了，他只能活半个月呀。不，还有一个办法。唐教授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的药物已经研发出来了，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临床实验体。不行，我不允许你们把没有试验的药物用在齐总身上，他不是你们试验的小白鼠。我们的项目能够顺利的研发，多亏了郑总的投资，但是郑总能够投资，也是齐文野受益的。
这款药物的研发虽然说是一直是我在带队，但是很多病理都是你推演出来的。他是你的爱人，救与不救，你来决定。如果我想要得到一个完美的药物，我是不是要飞去 M 国的实验室才可以制成？是的。那样会不会来不及啊？毕竟他的情况是不可能飞去 M 国的。我会安排齐文也先回国，避免他客死他乡。你研发出药物的第一时间，我会安排专人将药物送回来。但是你要先在 M 国待一段时间，以便后续有任何问题，你能随时调整后续药物的成分。那要是这个药对齐总不管用，那林小姐岂不是连见齐总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？是的，所以这个决定要莫商自己来做。前世齐文也害死了我，这一世他又救了我，我们的债已经抵消了，我该救他。我去 M 国，我相信我的药物一定能救小叔叔。还没还完债，别想死，我会救你回来的。林博士，听说您研发的药物在脑癌的治疗上取得了极大的效果，让国内饱受癌症折磨的普通人都治得起病了。是什么让你做出了如此伟大的成就呢？是我的亲人，不。是我爱的人，他患有脑癌，而且我相信我们大夏人会有属于自己的癌症药物，而不再是依赖那些昂贵的进口药。阿姨，我回来了。陌上，见字如面。在昏迷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一直反复地做着一个梦，梦中是你舍身救了重要的我，你有了我的孩子，我们结婚了。可我却为了宋青青，害死了怀胎10月的你和孩子。醒来后，我无法原谅自己，只能离开赎罪。愿你余生喜乐，齐文也。齐文也，谁允许你走的？重活一世，我绝不肯放过你。抱歉，麻烦让一下。我要是不让呢？陌上，你以为你瞎了，看不见我，就可以当做上一世的事情没有发生吗？这一世，你就待在我身边，乖乖赎罪吧。